从空中马戏团到超视距一招制敌，人类不仅拥有100年航空史，也拥有对应的100年空战史。在这之中，如果说谁领先技术发展的时间最长，那毫无疑问是美国航空力量。不管是空军还是海航，美国的工程师们总能为美国提供一切他们需要的武器装备。在这之中，往往又会因为新的战术要求，从而催生出引领全球潮流的新技术。今天，火力军就将带大家盘点一些美军战机上改变世界空战面貌的武器和技术。当然，这个盘点仅为火力军个人观点。如果各位对哪种武器或者技术感兴趣的话，视频最后的投票千万不要错过。火力军将选取投票前几名，给大家详细剖析。那么话不多说，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吧。对于现代空战而言，导弹是最重要的武器，也是超视距空战中掌握主动权几乎唯一的手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超视距空战的导弹基本上是半主动雷达制导中距弹，导弹的弹头只有接收天线，通过接收机载雷达的信号，在机载火控雷达的引导下向目标飞行。在这个过程中，被锁定的敌方战机可以通过雷达告警接收机听到导弹的来袭，从而做出相应的规避动作。同时，在使用半主动雷达中距弹时，由于机载雷达要转向目标方向实现照射锁定，所以这个时候载机也不能及时探知其他威胁，也无法攻击另外方向上的敌机。但是在 AIM-54 不死鸟服役之后，空战态势就大不一样了。雷达只需要告诉导弹敌机的相对方位、速度和位置，让前端装有小雷达的导弹飞向敌人，并用自己的雷达锁定后，载机就可以切断引导信号，让导弹自己引导自己飞向目标，这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射后不理。虽然作为人类第一种主动雷达制导中距弹， AIM-54 还有相当多的缺陷，但到了现在美军现役的 AIM-120C 或者正在开发的 AIM-260， 射后不理这个概念早已经在他们身上实现了，而这都得益于 AIM-54 不死鸟。在雷达和雷达制导导弹将人类带入超视距空战时代前，实际上空战也是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视距内空战形态。在视距内空战时，机炮几乎是唯一的攻击手段。虽然经过技术发展，雷达测距火控机炮被开发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机炮的命中率，但是这依然不能改变机载机炮是一种空战有效射程不到1公里的武器。所以这个时候必须有一种武器作为机炮的延伸，而这就是 AIM-9 响尾蛇导弹诞生的意义。AIM-9 响尾蛇正如其名，使用了类似于响尾蛇的红外追踪系统，它通过锁定战斗机尾喷口发出的热量来跟踪和摧毁战斗机。它的出现让人类空战距离彻底超脱了机炮射程和命中率的限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而 AIM-9 响尾蛇也在不断改进，从最开始的 AIM-9AB 型会飞向太阳，到现在的 AIM-9X 可以越肩发射，无视热诱和超视距。响尾蛇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先进而庞大的家族，并且由于苏联曾经仿制 AIM-9B 生产出了 AA-2 环礁的缘故，各位也基本可以认定，现在空战中所使用的各种红外格斗弹或多或少都和响尾蛇有着血缘关系，这就是划时代的意义。说到了红外格斗弹，那火力军就再给大家聊一个彻底改变近距离格斗的技术，那就是现在 F-35 战斗机正在使用的 DAS 分布式孔径系统。在以前，如果飞行员进入近距离狗斗状态，那么他们就必须时刻保持敌机处于自己的视野范围内，即透过透明座舱盖能观察到的地方，这样才能通过目视接触来判断敌机的动向，做出相应的进攻或者规避机动。这就有一个问题，如果敌机进入了被机体结构遮挡的地方怎么办？这个时候，飞行员就不得不盲操飞机，试图通过机动来让敌机再度进入自己的视野。这个时候，也就是在空战中丢失视野是相当危险的情况，因为这代表着敌机能从你不知道的地方发起攻击，而你却对此一无所知。所以从古至今，但凡是对于空战格斗要求很高的飞机，都使用了气炮式座舱，以取得在机身上半球的优秀视野。比如二战时期美军的 P-47、P-51，或者冷战时期的 F-16，都是这种气炮式座舱设计中的佼佼者。但是 DAS 分布式孔径技术，它可以直接让飞行员看穿座舱，
他通过在机体四周关键位置布置摄像头的方法，将摄像头的图像投射到飞行员的头盔上，再通过算法将这些视野进行融合，就可以让飞行员看穿钢铁做的机体，直接看见机体外对应空域的图像，从而使得自己在应对近距离格斗时，尽可能消除自己视野的死角。并且 DAS 系统还可以将目标标记算法融入其中，通过图像对比分析，自动从背景中通过对比或者热成像的方法，将敌机的形状标注出来，投射到飞行员的目镜里。这样，在近距离格斗中，飞行员就可以直视而清楚地知道敌机正在做什么，自己又应该怎样去应对。而这种透视方法将极大程度上提高危险的近距离格斗中 F-35飞行员的取胜能力。当然，对于作战飞机来说，你想摧毁一个目标，就必须得将目标纳入你的武器攻击范围。但是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飞行器想要攻击一个非常远距离的目标，就非得出动轰炸机不可。但是这就引申出一个问题，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飞行器早已进入了喷气式时代，而当时的轰炸机即使飞得再快，也很难逃脱喷气式战斗机的拦截。在一开始，工程师们试图通过在轰炸机和护航战斗机手拉手的方式，让轰炸机拖着护航战斗机走，这样就能节省护航战斗机的油量，让他们可以全程为轰炸机护航。但是这样做，因为翼尖湍流等原因，在空中的飞行稳定性实际上并不出色。于是，工程师们又考虑让轰炸机携带小型战斗机，就像航空母舰携带自己的舰载机一样，等到需要空战时就放出小型战斗机。而平时这些小型战斗机就停泊于轰炸机机腹下的特殊挂架上，但是这么做，轰炸机机身表面的气流会造成小型战斗机的回收困难，并且小型战斗机也只有机炮和非常有限的燃料，其战斗能力是比不上正常尺寸的战斗机的。于是在这个时候，空中加油技术的诞生就解决了一切的问题。美国空军于1949年改装了一架 B-29 轰炸机，这就是所有现代加油机的鼻祖 KB-29 空中加油机。后来，一架接受 KB-29 空中加油支援的 B-50 轰炸机更是完成了环绕世界1周的无着陆飞行，展现了空中加油的实用性。空中加油主要有非掩式和非锚式两种，它们都有着自己的技术优缺点，但相同的是，它们都成为了现代战机的战力倍增器。对于现代空军来说，限制战机作战半径的并不是油箱容积，而是飞行员的膀胱和直肠能坚持多久的问题。说完了航程问题，咱们再来聊聊对地攻击问题。从第一次空对地攻击由飞行员手动投掷被改装过的炮弹开始，空对地攻击的手段一直非常原始，要么是用飞机自身的直射机炮扫射地面目标，要么就是使用飞机自身携带的无制导航弹。即使在一战后，飞机开始变得越来越快，但是其对地攻击手段并没有质的提升。航弹也可以看作是一战时的手抛航空炸弹 Plus，对于精度而言，二者完全是大差不差的。虽然在二战末期，美国陆军航空兵的轰炸机部队开始安装由瑞士人卡尔诺顿发明的诺顿轰炸瞄准具，将大规模轰炸精度提升到了号称把炸弹丢进泡菜桶的水平。但是事实上，虽然从统计学概率上讲，这个时候的大规模轰炸精度相较于之前有了较大的提升，但是这种提升并不足以让轰炸机将炸弹精准地投放在某个目标上，只能支持它投放到那个目标所在的街区，然后通过密集的炸弹来摧毁这个街区，以达成摧毁目标的效果。那各位很显然能发现，这种攻击方式不仅浪费弹药，并且对于诸如重要房屋、桥梁等攻击效率非常低下。如果再加上敌方防空火力阻拦，那么轰炸精度还会进一步降低。所以在越南战争时期，美军开发了一种全新的弹药，那就是精确制导弹药。在越战时期的第一代精确制导弹药分别是无线电指令制导的 AGM-12 小斗犬，以及电视图像制导的 AGM-62 白星眼。前者通过尾部的2个照明弹在飞行员的视野中标记自己的位置，同时通过飞机上的无线电控制器向导弹发射姿态调整信号，最终在飞行员的引导下击中目标。这种无线电指令制导的方式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德军使用弗里茨 X 击沉罗马号战列舰上。而白星眼的制导方式就高级许多，它通过在引导头上加装电视摄像头的方式，通过数据链将图像回传到座舱里的显示器上。飞行员可以使用白星眼的摄像头一直盯着目标，这样的引导方式大大增加了其命中率。美军在越南战争时期空袭河内发电厂的战例中，仅需要数架飞机就可以顶着防空火力成功投弹，并且命中目标。
而在这之前，诸如此类的任务则需要一个大集群来执行。所以可以说，精确制导弹药彻底地改变了空对地攻击的面貌。从此之后，空对地攻击的命中率从原先的几%一路飙升到80%、90%，从而深刻地改变了空对地打击的方式。